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。即将升入7年级的阿米突然告诉妈妈，我不会再上学了。妈妈没有追问原因，淡然回答，好的，那就休息一段时间。妈妈将阿米送到外婆家，外婆是个英国人，年轻时嫁到日本，如今一个人生活在宁静的山里。汽车行驶过蜿蜒曲折的山路，拐进狭窄的林荫小道，在路的尽头，阿米见到了外婆。她站在门口迎接着阿米母女的到来，林间小鸟也唱起欢迎的乐曲。外婆端出2杯清茶，上面浮着翠绿的叶子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阿米略显忧愁，独自去了花房。外婆和妈妈聊天的声音丝丝缕缕传入耳朵。妈妈说，阿米不想上学，主要是因为她很敏感，无法适应新环境，拜托外婆多多照顾。外婆回答，我很高兴她能在这里，也很开心我们能有这样一个女孩。温暖的话语让阿米心花怒放，她一直都很喜欢外婆，总是说，外婆我爱你。外婆也总是微笑着回答，我知道。外婆让阿米住在妈妈出嫁前的房间。得知这一消息的妈妈立马跑上楼，说是要收拾一下。外婆告诉阿米，她是去把一些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藏起来。你也有不想被人知道的事情吧？一个人长大会有越来越多那样的东西。说话间，楼上传来叮铃当啷的响声。妈妈的秘密可真不少啊。阿米去车里拿自己的行李，看到一个陌生男人趴着窗户往里看，回过头来时，凶神恶煞的模样着实吓了阿米一跳。阿米将这个消息告诉外婆，外婆平静地介绍，那人只是邻居而已，偶尔还会帮我做些事。山风悄悄带走了一天。翌日天还没大亮，忙于工作的妈妈就驱车离开，阿米和外婆开始了2人生活。外婆为阿米端上一杯热茶，早餐是三明治外加蔬菜沙拉。外婆神秘兮兮地说，早餐必须吃得很饱，我们还有很多活要干。饭后，阿米遵照外婆的指示来到一个地方，这里有辽阔的蓝天，连绵不绝的大山，以及一大片红彤彤的野草莓。阿米和外婆一边摘一边吃。外婆告诉阿米，你外公最爱野生草莓果酱了，还尝试过黄瓜蘸草莓酱吃。至于味道如何，反正那次之后，他再也没有把酱蘸在绿色蔬菜上。外婆感慨着，这片草莓是外公去世那年长出来的。阿米顺势说道，就像外公送给你的礼物。外婆回忆起与外公相处的点滴，露出一种幸福的笑容。在他身边，阿米渐渐变得乐观开朗，因为外婆从不吝啬赞美的语言。阿米帮忙搬东西时，他会称赞，阿米，你比看起来要强壮啊。阿米帮忙做草莓酱，他又说，你很擅长这个呢，今年有你的帮忙，事情变得容易许多。阿米趴在地上随便涂鸦，外婆依旧称赞道，你有很好的色彩感知，这个薄荷绿真美。外婆也很有生活情调，门外种了几十种花草，还琢磨出大蒜和玫瑰种在一起会驱走蚊子，玫瑰闻起来也会更香。外婆经常将洗完的床单被套晾晒在盛开的花草上，这样一来，被褥就会带着一股奇异的花香。外婆最让阿米钦佩的一点是，她的家族竟是女巫家族，可以预见未来。阿米问外婆，我要是努力的话，能有超能力吗？外婆愣了一瞬回答，那要特别努力才行。首先，你要进行基本功训练，锻炼一个强健的体魄。其次，为了施展魔法或创造奇迹，你需要精神力量。通过一些日常的训练，可以增加你的精神力，例如早睡早起，饮食有规律，保持良好的正常的习惯。阿米失落地叹了一口气，对于一个凌晨2、3点才睡觉的夜猫子来说，早睡早起可太难了。外婆告诉阿米，对于一个女巫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意志力，决定做一件事，即便无法心如所愿，也要克服所有困难去努力。只要坚持下去，你会看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自己。阿米决定挑战一下自我，他定了一份日程表，严格按照上面的记录行动。可当他躺在床上，任时间1分1秒流逝，没有丝毫睡意。外婆将一个东西挂在床头，据说是能帮助睡眠的符咒。阿米仔细一看，这分明只是一串洋葱，但出乎意料的，他真的立马进入了梦乡，一觉到天明。阿米女巫的训练正式开始。
早上他要负责洗碗，上午打扫卫生，去地里清理杂草，喂鸡，拿鸡蛋，下午去丢垃圾，洗床单，帮外婆做些事。外婆提议让阿米在喜欢的地方播种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。阿米很喜欢这个提议，那是一片阳光斑驳的空地，阿米经常来这里放空自己，可这里的土地看起来并不适合播种。外婆安慰阿米，我们会把这里变成你的，但不要尝试去改变它，让它保持它的样子，种一些适合它的作物。外婆给这片地起名我的庇护所。阿米想起外婆家花房里的一株植物，别的花都在花盆里被精心对待，只有它顽强地从地缝里开出灿烂的花，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阿米给它取名为勿忘我，就等着它长大，将它移种到我的庇护所。阿米规律地进行着女巫训练，可是某天早上一切都被打乱了，鸡舍里的鸡都被咬死。阿米第一次直面了死亡，他想起和爸爸的一段谈话，他问爸爸，人死后会发生什么？爸爸说，人死后所有的一切都终结了，什么都不会留下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，而每个人照旧生活。阿米将这件事讲给外婆听，外婆却有着别样的回答。在她看来，当一个人死后，灵魂会脱离肉体得到自由，灵魂还有很长的旅程必须走下去。人由灵魂和肉体两部分组成，有很多人在饥饿时脾气暴躁，就是肉体影响了思想。阿米说道，那我不需要这个肉体了，感觉就是它让我痛苦。外婆劝道，因为有了肉体，灵魂才能感受到事物，如不感受事物，灵魂就不能成长。就像植物伸向太阳，灵魂渴望成长。无论如何，拥有肉体可以得到很多快乐。当你在某个冬天发现一束温暖的阳光，或夏日里一处凉爽的树荫，你不会感到快乐吗？阿米被外婆治愈，外婆和他约定，如果自己死去，一定会找个方法告诉他，我的灵魂得到了自由。一日，外婆拜托阿米给那个很凶的男邻居送东西，在邻居家门口，阿米看到几只被关起来的大狗，它们的毛发与咬死鸡的动物毛发颜色一模一样。阿米认定是邻居家的狗咬死了自家鸡，外婆却说，黄鼠狼的毛发也是这样，你没有看见就不能随便认定一件事。作为一个女巫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重她的直觉，但不能被其控制。二流的女巫会让他们的错觉控制并毁灭了自己。你要尝试去理解，你的直觉可能是对的，也可能是错的，但此刻让我担心的是，你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和仇恨。阿米失落地低下头，他觉得自己可能永远都成不了放下仇恨的人。夜里，阿米仰望着窗外，满面愁容。外婆端来新鲜出炉的点心安慰他，不要那么心急，有些事需要时间。阿米暂时将邻居的事抛诸脑后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增添了别的烦恼。离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，阿米必须尽快决定是否还要上学。他将自己的烦恼说给外婆听。与别的女生相处是件主观的事，新学期开始，每个人都急着拉帮结派，讨论自己喜欢的明星。阿米以前也是这样，但从今年开始，他讨厌成为圈子中的一员，不想附和别人，最后就变成了孤身一人。所有人都视他一个人为班级的异类。阿米被排挤，爸爸提出给他转学。阿米觉得这样还是无法解开成为异类的问题，他必须想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一匹孤独的狼，还是群体中的一员。外婆建议阿米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选择，告诉自己什么选择对自己是有益的，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，然后永远不要回头。就像一株仙人掌选择不在水中生存，一头北极熊选择不在夏威夷生活，而是北极，谁又会质问他的选择呢？经过一晚的思考，阿米选择继续读书，但要转学到离外婆家近的学校。因为要考察学校，阿米过几天就要离开。那天天空中下起大雨，阿米去看望我的庇护所，却看到邻居在这里乱刨东西。虽然他解释说要给花园弄些土，但阿米认定他毁了自己的庇护所。阿米激动地和外婆诉说着自己对邻居的厌恶，外婆却平静地和他分析了邻居在山里挖土的合理性，并批评阿米，我觉得你对他很不礼貌。阿米更加生气，说出的话越来越激烈，甚至诅咒邻居去死。
看着他被疑心搞得理智全无，小小年纪恶毒的话脱口而出。外婆一气之下用一巴掌制止了他，打完又很心疼。阿米大喊：那个男人比我对你更重要！随后跑回房间躲起来。接下来的2天，他都拒绝和外婆交流，觉得外婆虽然总说我尊重你的选择，实际上却在引导他。外婆不让阿米被愤怒支配，可他不也被愤怒支配，动手打了阿米吗？面对阿米的抗拒，一向平静淡然的外婆在夜里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，背影看上去难过又寂寥。到离开那天，树林里起了大雾，阿米四处逛着，突然间听到外婆焦急的呐喊声。阿米小时候也在雾中迷路过一回，外婆当时就像现在这般焦急寻找。但现在阿米已经长大，到了自己可以找回家的年纪，并且马上就要离开他。阿米不忍看外婆的落寞，去花房给勿忘我浇水。妈妈与外婆的谈话再次丝丝缕缕传入耳中。外婆希望妈妈能放弃远方的工作，和丈夫一起好好抚养阿米。妈妈回怼：我有自己的生活要过，你不能把自己的方式强加于我或阿米身上。外婆湿润眼眶说道：好吧，我可能有些过时了。外婆是个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人，现在却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看着外婆期待的眼神，阿米知道她在等那句我爱你，但她没说。阿米再次去外婆家是2年后，她渴望外婆能像以往的每一次一样，站在门口迎接她，给她个拥抱。可外婆去世了，是邻居在一直照顾她。阿米再次坐到餐桌前，那个专属于她的杯子摆在上面。外婆也许就是这样，一天天看着杯子思念阿米。阿米又来到花房，勿忘我开得更加茂盛。外婆在窗户上写下：西方的女巫至东方的女巫，外婆的灵魂成功的分离了。外婆没有忘记和阿米的约定。阿米喊出那句迟到的我爱你。一阵风吹过，他仿佛听到客厅传来一声我知道。阿米含着泪笑起来。勿忘我是长崎俊一执导的剧情片，改编自铃木香布的小说《新女巫之死》。小说曾获得第44届小学馆文学奖、第28届日本儿童文学家协会新人奖、第13届新美南极文学奖等一大堆文学荣誉，被誉为日本儿童文学中的经典杰作。影片高度还原了小说，用一对祖孙生活的日常探讨了许多关于人生与成长的庞大命题，值得每个父母一看并细细揣摩。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有超能力，变得无所不能。外婆面对阿米的渴望，没有告诉他超能力是非现实的，而是说你需要很努力才行，并引导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外婆对阿米总是鼓励与赞美居多，且每句赞美都说到了实处。就像阿米的那幅涂鸦，有的家长可能会说画得真好，这句话其实很敷衍，并没有表达出是哪里好。外婆却说你有很好的色彩感知，并着重指出这个薄荷绿真美。阿米在受到鼓舞的同时，也会意识到别的地方还差点意思，可以变得更好。除此之外，外婆从未将阿米当作不懂事的小孩，而将他当作一个独立的灵魂与他对话。他们一共有3场重要的对话，一个是关于成为女巫，一个是关于死亡，第3个是关于仇恨和偏见。这些话题即便放在大人身上也不那么容易理解。外婆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影响着阿米，阿米也许一时难以理解，却会铭记于心，在余生的某个瞬间懂得。父母一时的教育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，女巫修行势在必行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，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。